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沈月亲爱的客栈避嫌风波深度解析，从菜市场 CP 到职场边界的时代切换。在最新一期综艺《亲爱的客栈》2026播出后，围绕王鹤棣与沈月的互动状态，再次引发舆论场的集中讨论。曾因《流星花园》而爆火的菜市场 CP， 在时隔多年后的综艺同框中，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去情感化互动模式。这种转变不仅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绪落差，也折射出当代娱乐工业中 CP 文化与艺人个体发展的复杂博弈。本文将从节目细节、艺人心理、行业机制以及观众情绪4个层面，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性拆解与深度分析。从甜到上头到刻意疏离，互动细节的全面拆解。1、徒步踩点，空间距离成为最直观的信号。在徒步踩点环节中，两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成为观众最直观的观感冲击。正常的同事协作关系中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往往呈现出自然流动的状态，但王鹤棣与沈月却表现出明显的固定间距，始终维持一前一后或横向错位的站位。更值得注意的是衣角触碰事件，短暂的无意接触后，双方迅速后撤。这种近乎条件反射式的回避行为，在肢体语言学中被视为高敏感边界反应，通常出现在关系需要被刻意规范的情境中。专业解读：某娱乐心理学研究者指出，这种行为并非简单的尴尬，而是一种风险规避型互动策略。艺人通过强化身体边界，主动降低被误读为亲密关系的可能性。2、饭桌对话，语言层面的关系切割。节目中关于菜市场 CP 的提及，是整期的情绪转折点。沈月以古董 CP 轻松回应，本质上是一种温和解构，既承认过去的存在，又试图以幽默方式降低话题敏感度。但王鹤棣的回应则明显更具终止性，别再提了。这一语言差异背后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。沈月缓冲式处理，王鹤棣直接切断。紧接着，王鹤棣主动转移话题至与其他嘉宾的互动，进一步强化当前关系等于普通同事的叙事框架。这种行为在传播学中被称为议题重构，即通过主动引导讨论方向，重塑观众认知。3、沙滩互动，被动配合与情绪抽离。沙滩片段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对等感。沈月的行为仍带有一定互动邀请意味，而王鹤棣虽完成动作配合，但其注意力分配视线更多停留在镜头与环境，显示出明显的情绪抽离。这种动作参与加情绪缺席的状态，在综艺表演中通常被视为最低互动完成度，即满足节目需求，但不提供额外情感价值。双标还是边界感？对比互动揭示的深层逻辑。将王鹤棣与其他嘉宾如白鹿、秦岚的互动进行横向对比，可以发现明显差异。与其他嘉宾自然、松弛、可接触；与沈月克制、紧绷、强边界。这种差异被部分观众解读为选择性双标，但从行业角度看，更接近于情境化社交策略。业内制片人观点：越是曾经被强绑定的 CP，艺人在后期越需要主动去绑定，否则会长期被角色关系反噬。双引号，换言之，正因为菜市场 CP 曾高度成功，才使得其解绑成本远高于普通合作关系。CP 文化的代价，从流量红利到身份束缚。菜市场 CP 的走红，本质上是偶像剧工业与粉丝文化共振的产物。在《流星花园》播出期间，这对组合为2位演员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与商业价值。但 CP 文化具有典型的双刃剑效应：正面效应，快速提升知名度，增强粉丝粘性，提供持续话题；负面效应，角色与演员身份混淆，限制后续角色选择，私人关系被过度解读。当艺人进入职业发展新阶段时，去 CP 化几乎成为必经过程。4、
转型期的王鹤棣为何必须主动降温？从职业轨迹来看，王鹤棣正处于关键转型阶段，从偶像剧男主向多元化演员过渡。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包括拓宽角色类型，建立独立个人品牌，降低情感标签依赖。在此背景下，与沈月保持距离，并非针对个人，而是一种结构性选择。行业分析师指出，如果他继续强化旧 CP 标签，会影响资本对其可塑性的评估。沈月的微妙处境在情怀与现实之间。相比之下，沈月的策略显得更为柔性。她在节目中偶尔流露的熟悉感，更像是在维持一种低风险情怀连接。但当对方持续释放降温信号时，这种尝试难以持续，最终只能回归礼貌距离。这种状态可以被视为情感层面保留记忆，行为层面遵守边界。6. 舆论分裂，观众到底在争什么？围绕该事件，网络舆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：支持避嫌的声音，尊重艺人职业发展，不应该被 CP 绑架，边界感是成熟表现；反对过度避嫌的声音，太刻意反而更奇怪，基本的自然互动都没有了，对曾经的观众不够尊重。甚至有网友评论，以前是甜到掉牙，现在是尴尬到窒息。不是不让你避嫌，是别避到像陌生人。专家视角，这不是个例，而是行业趋势。娱乐社会学者指出，这种现象并非个案，而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变化。3大趋势：去 CP 化加速，平台与资本更倾向于个人 IP 而非组合绑定，观众认知升级，新一代观众逐渐区分角色与演员。艺人边界意识增强，面对舆论风险，艺人更倾向于主动设限。结语：回不去的从来不只是 CP。菜市场 CP 的变化，本质上不是关系的破裂，而是时间与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当年让人心动的是角色、剧情与青春语境的叠加，而如今呈现的是两个独立个体在现实规则中的理性选择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或许最难接受的，并不是他们的疏离，而是那段可以被无限放大的青春想象，终于被现实按下了暂停键。但正如一位评论所说，他们没有变，只是我们不再活在那部剧里了。在娱乐工业不断进化的今天，学会区分作品的情感与现实的关系，或许才是观众与艺人之间最健康的相处方式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